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，年过70想要健康长寿，要避开4个养生的误区，否则极易的损伤身体。很多年龄到了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，身体都还是很不错的，虽然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代谢性的慢病问题，但总体来说，身体的健康状况也还比较理想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活得更加的健康长寿了。于是各种各样的养生之道就变得逐渐的流行起来。但是对于各种养生保健的方式方法，却并不是真的适合老年人，或者适合所有的老年朋友。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老年人保健的4个常见误区，希望能够对老年朋友做好真正的健康养生有所帮助。误区1：有钱难买老来瘦。很多朋友都信这样的一句俗语，有钱难买老来瘦，总觉得老年人身材瘦一点会更加的健康长寿。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，身体过于消瘦并不是健康长寿的标志。多项的相关研究都证明，身体微胖的老年人反而往往会更加长寿。适当的能量储存能够为疾病状态下的营养消耗赢得了空间，从而更加的有利于老年人保持身体健康。有些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活动量减少，基础代谢率也有所下降，因此不可避免的更容易堆积身体的脂肪。但只要不是过度的肥胖，身体的各项指标也都在正常的范围内，就不必刻意的去过度的节食减肥。有些老年朋友为了控制到老来瘦的程度，吃得过少，各种有营养的食材也都不敢吃。本身老年人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能力就已经变差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再过度的节食或者是严格的保持素食，身体可能是瘦了，但由于营养不足，反而会导致更多的健康问题的出现。特别是一些老年人还患有慢性疾病，比如说糖尿病，如果过度的节食，不吃主食或者是肉类，总是吃素，那么身体得不到足够的营养，只能够靠消耗脂肪跟蛋白质来维持能量。这样不但不利于血糖的稳定，还可能会引起低血糖、酮症酸中毒等的情况，都是很危险的。有些老年朋友的身体出现过度的消瘦，并不一定是身体健康的标准。骨骼肌减少的少肌症，或者是罹患恶性肿瘤而导致的迅速消瘦，都是值得警惕的病理性的消瘦现象，值得特别的注意。因此对于老年朋友来说，保持营养的均衡充足摄入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此的基础上，体重指数如果能够保持在22到25之间，相比体重指数更低的人群，这样一种微胖的状态反而可能更健康。但如果体重过高，确实有肥胖问题的朋友，则要注意积极的控制体重，尽量的避免肥胖带来的健康风险。误区2：保健品能代替药品。很多老年人重视健康，但方法并不怎么对。比如有部分的老年人明明患有慢性病，但却比较迷信保健品，放着医生开的药不吃，轻易的听信他人的意见，自己随意的用一些保健品来代替药物，以为可以治愈疾病，结果却反而导致病情加重。曾经医生的亲戚当中就有一位糖尿病患者，本来应该常年的服用降糖药来控制血糖的，但是他忌不了口，也不爱运动，吃药方面也不上心，所以导致血糖波动很大，控制不下来。久而久之，他觉得降糖药不起效果，所以才导致病情难稳定。又听别人说服用某某保健品可以快速的降血糖，就擅自的将降糖药停了，服用保健品。一开始血糖似乎确实降了下来，但一段时间后，却因为乳酸性酸中毒被紧急的送到医院治疗，这才脱离了危险。后来医生专门看过该亲戚服用的保健品，发现其中含有降糖灵，这也是一种降糖药物，但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来说，长期服用很容易就会发生乳酸性酸中毒。
其实，对于市面上许多所谓的宣传可以降糖的保健品，有研究机构专门的做过检测，发现大多含有2甲双胍、降糖灵等的降糖西药的成分，同时还添加了不少其他的成分，重金属的含量超标。长期的服用不但无益于健康，耽误了正常的治疗，还可能会引起慢性中毒，损伤肝肾功能，对身体的危害还是很大的。要知道，对于保健品的定义本身就是食品，而食品是无法代替药物的作用的。保健品的主要功效就是调节人体的机能，可以起到辅助降血糖、降血压等的作用，但只适用于特定的人群，且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。而且从毒理学角度来讲，剂量决定毒性，保健品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好，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比如说，如果老人免疫力低下、蛋白质摄入不足、营养不良的情况下，是可以吃一点蛋白粉，增强免疫力，增强肌肉的力量。因此，对于患有疾病的老年人群，建议还是听从医嘱，合理的服用药物。如果想要服用保健品，最好咨询医生，到正规的药店购买，并选用带有建制好的正规产品。误区3：盲目追求步数，过度运动。现在一些年轻人的生活习惯不好，运动量过少，导致肥胖问题日日突出。但同时还存在另一种较为极端的现象，部分老年人热衷于朋友圈打卡晒步数，每天非要走上2-3万步，否则绝不停下来。殊不知，过度的运动同样也会损伤身体。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在走下坡路，包括关节、骨骼等都不能跟年轻的时候相比了。如果长期进行大量较高强度的运动，那么会产生这几点的危害。首先，损害的是骨骼、肌肉、关节、筋膜，导致器官的劳损，加剧了骨质疏松等的进程。此外，运动量过大、过度运动还有可能会增加心脏的负担，导致心肌缺血、心肌损伤等等的情况。特别是一些本身存在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尤其危险。而且过度运动会导致体内肌肉中的乳酸会大量的堆积，增加肾脏排泄的负担，严重的情况还会导致出现急性肾功能损伤、肾功能衰竭的情况。所以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们，一般都是不建议过度运动的。那么多久算是过度运动呢？其实还是需要根据个人身体的实质情况来，建议老年朋友遵循1357的运动原则，也就是说，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天至少要1次，每次至少运动30分钟，每周有5天运动的时间。运动时心率大概是170减年龄，运动后身体微微的出汗，以不感到过分的疲劳为宜。如果是患有高血压、冠心病、心功能不全、中风、糖尿病等疾病的老年人群，应根据自身的情况和医生的建议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以及运动强度。对于本身有严重的贫血、心功能不全的患者，还是建议多卧床休息。误区4：中药没有副作用，可以随便吃，是药3分毒。但是一些老年人认为中药就是好的，就是纯天然无害的，甚至有些慢性病的患者认为中药可以治愈慢病，所以放弃了医生开的西药，每天的寻求各种的偏方，结果反而耽误了正常的治疗，加重了病情。其实中药跟西药一样，都是有副作用的。比如长期服用蒲黄、桑寄生、三雌菇等，一般都会导致肝损伤，出现肝脏的不适疼痛，甚至会导致肝功能异常。另外，比如生附子、生川乌和生草乌、马钱子、朱砂硫磺等中药都是有毒性的，使用不当不仅不能治病，还会影响身体的健康。而且中药一样讲究对症治疗，需要医生根据患者的实质情况望闻问切，通过查看患者的脉象、舌诊等等，结合患者症状再来合理的配伍药物，才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老年朋友们想要健康长寿，记得避免以上4个养生误区。
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